看這個發熱絲它也不發熱。我們推到1檔看，1檔它是邊學邊試生活志。这个吹风机最明显的特點是這個線有可能是斷了，咱們給它處理一下。這個吹風機可能不好修的原因就是它的螺絲，它是這樣的螺絲。我們先通下電，看它能不能用啊。用我之前做好的防短路插座，先給它接上看一看。現在已經通上電了，現在電流表現在是有電壓了，可以看到這上面有3個檔位，現在在0檔位。出現的狀況是什麼呢？推到1檔，然後是會轉的；推到2檔、2檔和3檔，然後它就不轉了。在1檔上邊，它是能夠有出風的，而且也是發熱的。在2檔，然後3檔上邊，它就乾脆不轉了。然後我們給它拆開看一下，這個防短路插座為什麼在1檔它正常工作的時候，它也是這個燈泡也是發亮的呢？因為這個電吹風的工作原理是，它的發熱絲其實就相當於是一個電阻非常大的一個電線。好，我現在給它修理一下，我們現在給它拆開吧，就是這樣的工具。我们先把它這個線給它接好了，0.1微法。我們先把這個電容給它釋放一下靜電，找一個螺絲刀，結束一會兒，把電容裡邊的電給它放掉。這邊線應該原來是折斷了，然後我們把線給它再接一下，把斷的線給它剪掉。這膠帶我粘的真惡心，黏不拉幾的。這樣的折疊的電吹風就非常適合旅行的時候把它放在包裡邊。有一根線都快折斷了，把線給它剪下來，然後再給它焊接一下。修理的時候一定要斷電啊，不要帶電修理，很危險啊。我直接從這兒給它剪開，再把線給它接上去。我們同樣給它留原來的這麼長的長度，差不多了。然後包線，我們用萬用表給它量一下這個線吧，確認一下這個線其他地方沒有斷點，沒有問題，還沒有問題，給我擦皮鞋。 OK， 我們再量一下這個開關吧。為什麼這個開關用的時候我們推到除了1檔之外的其他檔，這一共是4個檔位，然後2、3、4，對，3、4檔的時候會出現不通斷的情況。咱們看一下是不是這個開關壞。現在是放在1的位置，它是不通的，然後推到2應該是通的，對，然後推到3也是沒問題的，4也是沒問題，開關沒有問題。量一下這個電容，還有下邊這個電阻，看外觀的話沒有什麼問題。維修的原則就是先易後難的這樣的去判斷。這個不太好拆，咱們就先量一下外邊的這些，這個電容和電阻。上面寫的容量是0.1微法，相差不大。然後咱們再量一下電阻吧，172.8千歐，電阻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。這裡邊都沒有其他的東西了。我記得以前拆開過的裡邊有幾個二極管，如果是二極管有問題的話會怎麼樣？如果壞的話，它開1檔它也就不能工作
2、3檔為什麼不行呢？有可能是因為这個線，因為電阻太大了，導致2、3檔大功率的時候不能正常工作。我們現在把線給它接起來試一下吧。接線的話，還是按照原來的接線，這個給它擰到一起，然後這個和它焊到一起。下面我們就開始焊線吧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帽给它压进去，因为这是火线，这是领線，不能讓它接觸。可以漏一個，但是不能讓它接觸。用鉗子給它壓緊。終於卸開了。這個電吹風，它比其他的便宜的電吹風好了一點，就是多了一個負離子發生器，多了一個它，但是用的電機還是比較垃圾的。那基本上就可以推斷出有可能是這裡邊的耳機管的問題。我們先需要給它量一下，但是它這個線就在卡着出不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開關，上面有1、2、3、4。1是一根紅線，我們看一下這個1，它這個線是通到哪兒了？1是通了所有的這個粗的線上的，也就是通到它了。藍線，我再看一下這個4。4不通，現在我們確認一下，就是2檔、3檔，它是風扇不轉，看這個發熱絲，它是發熱絲，它也不發熱。我們推到1檔看，1檔它是。前一段時間我修了這個吹風機，沒有修好，然後也沒找到問題。今天我忽然發現，它可能是這個開關的問題。今天我們就再把這個開關重新量一下。上次量的話，這個開關沒有量好，驗證它好壞的方法也沒有確定好。這一次咱們就把這個開關重新量一下。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開關，220伏的電是接的哪一個？是2號觸點。這個觸點它的工作原理是，開關在這個0的檔位的時候，就是和任何都是不通的，和1、3、4都是不通的。一會兒我們量一下，然後往上推了一個檔位，然後就應該是2和1是通的，3、4是不通的。然後我們再往上推一個檔位，然後它就又加了一個檔位，那樣的話就是2和1是通的，和3也是通的。然後我們再往上加一個檔位，這樣的話就是2通1、2通3、2通4這樣的一個情況。然後我們現在去量一下這個檔位。現在我們就試一下啊，現在是放到風鳴檔了。關現在是正常工作的，然後我們推到1號檔位，不通的。原來是可以通的，因為這個檔這個開關我們之前給它拆過，現在是不通了，證明這個開關是壞的。再通到2檔位，然後2通1、2通3，這時候又通了，開關是亂的。我們再給它推到3檔，這樣的話應該是和1、3、4都是通的。現在是1不通，也就是說是冷風低檔不通，這個開關是有接觸不良的情況的。
我在網上搜了這樣的開關，這個開關就是容易比較壞。這個型號的開關已經停產了。同樣呢，我還有2個吹風機都是这個開關，只有小风，然後高檔加熱都是没有的，它们壞的情況都是一樣的，都是這個觸點氧化造成的。然後我們把這個開關給它卸開，看能不能給它修復一下。我们把觸點給它刮一刮。我们捡點砂紙給它打磨一下。差不多了。這樣的開關確實越掰越鬆，不太好弄呢。看來最方便的就是給它換一個新的開關。但是這樣的開關已經停產了，它是一邊薄一邊厚的這種的，現在網上已經買不到這樣的開關了，除非是很老的庫存才有這樣的開關。剛才還通，現在一點都不通了。這樣的開關還是最保險的話，還是換一個新的開關，自己修還是不太行，因為這個開關是接220伏的電的。假如說你要是自己修沒弄好的話，裡邊的那個觸點也是接觸的話不安全。不知道大夥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去處理這樣的開關呢？特別是這種氧化的觸點氧化的這種方式呢，就是不打開這樣的開關，不打開，有沒有好的辦法呢？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一下。還把這個線給弄斷了，是在這兒接着的。這樣線應該好接，就是開關呀，這個開關我卸了2次了。第一次是上面還有一個塑料的一個擋板，給它掰折了。然後第2次又把這根線給揪掉了。然後現在這個觸點也給它掰得太彎了，現在這觸點也不管用了，一個都不管用了。不知道咋回事，觸點我刮過了，它就是現在很大的可能就是太鬆了。這個彈簧觸片兒太鬆了，這樣開關還是自己動手能力欠缺呀。如果想修好的話，看能不能在網上買到這樣的開關吧。